歡迎大家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這一段，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SpaceX 可能會成為伊朗的軍事目標嗎？最近我們看到了 SpaceX 他們的 IPO 啊，真的是好像一個超級吸金機一樣啊，吸了非常大筆的資金。而 SpaceX 的市值呢，現在預估衝上了2.1兆美元。不過呢，最近看到了伊朗國家通訊社法爾斯新聞社他們報道說，伊朗官員正在審核要不要把馬斯克所管理的經濟控股公司在西亞地區，還有包括阿拉伯國家以及呢以色列相關的利益全部納入軍事目標的清單。這新聞還指出呢，包括位在以色列備戰領土，還有卡達、約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阿曼的星鏈地面站，以及 SpaceX 的股東阿布達比的控股公司阿法达比跟這個穆巴達拉投資公司的基礎設施，都在伊朗目前考量的範圍之內。當然，這個消息對於叫 IPO 的這個 SpaceX 打擊一定會有的，可是選在這個時候哈，就是 SpaceX 呢大張旗鼓的說我們要上市了，我们也吸了非常的多的資金啊。這時候呢，突然有這個新聞出來，他要宣示的意圖，我們怎麼看？大使？有一個說法就是說，他要跟這個馬斯克啊，很不喜歡的一間公司哈，就 OpenAI 啊，在爭時間。因為 OpenAI 也要做 IPO。所以他在這一次這個搶在前面，那麼事實上是非常的成功。那這個錢都是一個沒有什麼新的錢進入股票市場，有人是賣股票買他的股票，對，有機構投資人也好，機構投資或者說投資人也好，那就把他的一些資金就移到 SpaceX。那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他搶在這個 OpenAI 之前，還有一個叫 Anthropic 啊，這幾家都很有潛力的公司啊，他搶在前面了。然後呢，就把一部分資金先下手為強，不是一部分，吸了非常多，吸蠻多的，非常多。那所以這個是戰術上的考量了。那其他跟這些戰爭因素，我認為不多，不大。那因為這個 OpenAI 就是說這個 SpaceX 基本上低軌衛星不只有軍事用途，它是未來在通訊，在氣象科研甚至農業、物流，當然國防安全上都會發生大作用的一個新的一種傳輸、通訊傳輸情報收集的一個工具啊。那誰掌握了低軌衛星，那誰就掌握未來的這個商業競爭力。多功的非常多功能的。所以當然就是說，以伊朗目前情勢來看，他當然知道這個低軌衛星在戰場上會發揮的所謂的效能。因為它的傳輸的數據跟它的速度都比傳統的用基站還有其他方式來傳輸來有效率的多。所以這個在俄烏戰爭的戰場上的時候，當這個傳輸系統被打壞的時候，那烏軍就是靠什麼？就是靠 SpaceX 它每年那個接收器對，幾千台接收器。這個地面軍隊之間的互相的這些情報傳輸，或者說重要的這些偵測的方式。所以後來停止服務的時候，不像是像瞎了一樣。因為這個是要付錢的。對，因為這個錢後來我記得當他吵架的時候，後來波蘭出來說，波蘭出的，你們不要吵了，那個錢一年5000多萬美金是我波蘭付的。對，你想想看，5000多萬美金只有一個戰場的服務，那個一個戰場。所以呢，它是一個非常賺錢的生意。可是，伊朗這個時候，它就是等於警告周邊國家，他希望這個 SpaceX 也知所警惕吧。那它能夠產生多大的這個遏阻作用這個未必得知。不過，它能不能對 SpaceX 的這些低軌衛星產生威脅，是可以的，是真的打擊得到。那低軌衛星也不會就所謂低軌，就是300到1500公里離海平面300到1500。那現在這個伊朗的那個火箭可以打，上一次他不打了一個3000公里的嗎？打到這個阿拉伯海上面，對，印度洋上的美軍嘛，他去打美軍這個基地嘛，對，所以我覺得當然他敢去威脅，就有他這個實力嘛。不過你用這種所謂的中程導彈去打一顆低軌衛星成本上也是有個問題對。這至少證明一件事情，就是說能力上是有的，只是看我要不要做哈。那當然，現在大家講到了伊朗，還有看他們的打擊，就是還擊的能力啊。你可以發現說，美伊打了這麼久，為什麼伊朗還能夠
撐這麼久，真的蠻厲害的哈。所以呢，BBC 的事實查核團隊哈，他們檢視了相關的圖像，顯示出一件事情。他們就告訴大家說，伊朗呢利用最近這段停火期間呢，加緊修復了一些關鍵飛彈基地的隧道入口。而全球衛士安全公司的一位分析師啊，他也指出，他說伊朗的自衛能力，與其說是來自於傳統軍力啊，比如說像空軍，倒不如說呢是來自於他們的飛彈或無人機反擊的能力。另外，蘭德公共政策學院國家安全計劃主任科恩也發現，伊朗用廉價小型無人機攻擊中東基礎設施啊，包括像一些美軍基地啊，並且長期呢對俄羅斯等盟國出口見證者無人機，還有呢就是伊朗小型的高速艦艇啊組成的蚊子艦隊，這些都持續的對於美軍還有荷姆斯海峽的商業航運構成威脅。所以說，伊朗對抗美國，我們這次看到在整個美伊戰爭，伊朗真的是成功的示範了哈，向全世界示範了什麼叫做不對称作戰。但是伊朗能夠打到現在哈，打到我們剛剛講，川普都已經快要失去耐性了哈。他憑靠的條件一定有先天或是後天的。先天，比如說是不是因為它的土地面積夠大，它的地形很複雜；後天在戰術戰略跟打法上，邱老師怎麼看？我們要先有一個概念了，就是這次美國跟以色列跟伊朗的這場戰爭，其實它並不是一個傳統戰爭，因為一般傳統戰爭不會只是靠轟炸，因為你轟炸你沒有佔領土地，你很難讓對手屈服。我們講說，如果我們用一個更精準，其實也不叫不對稱戰爭。其實美國跟以色列其實期待的是，當一開始的時候，他們打算發動一個混合戰爭。那混合戰爭就是結合包含在伊朗境內的，比如說反抗政府的勢力，那透過我外部的壓力去誘發或引爆原本就在伊朗政府內部的，所以整個這個戰爭的走向跟設計，其實一開始就朝着一個混合戰爭理論的方向在走。內爆。對，它真正的用意其實，因為如果我們現在所遇到這些問題，其實在一開始如果顛覆政權成功了，都不會有後面這些問題。但是混合戰爭的理論，它有一個先天上的問題，因為混合戰爭的變數遠比一場一般傳統戰爭，因為傳統戰爭就很簡單，我海軍、空軍、地面，我把我所有的力量投射到我的目標的戰場裡面去，利用我絕對的力量去壓倒對方，這個不會有什麼對稱不對稱的空間。但是混合戰爭會，混合戰爭它是設想說，我自己本身在最少的消耗、最少的損失，而且最省事的方式，我就把对方这個國家的可能執政的當局整個換掉。那我這場戰爭我可以用很快的時間、很少的代價就完成了。一開始的設想就是這樣，但是這個只要環節中間一出錯，那很抱歉，因為你又不是打一場標準正式的戰爭，但人家會跟你打標準的正規戰爭，所以相對之下，我們在看你只有空中兵力佔優勢，其他的部分你在海上，因為伊朗基本上沒海軍。但是它有荷姆茲海峽，是，但地面你又不敢真的把地面部隊擺上去，一直沒有出動地面部隊啊。對，所以你這場戰爭，其實我們與其說，伊朗向全世界示範了一個不對稱戰爭，還不如說川普向全世界示範一個，就是你還沒有把鞋子脫掉，你就一腳踩進泥巴裡面，你又想要保住鞋子，又想要離開那個泥巴，那你在做很多的決策的時候，其實是他自己困住的。可是當初在要打之前，難道都沒有想過這些事情嗎？對，所有的發動戰爭的這一方都認為他會贏得戰爭，所以他才會發動戰爭嘛。如果他覺得他會輸，他就不會打了。尤其是美國，對，世界第一強。美國就認為我這一通轟炸，伊朗就應該屈服了。但他沒有想到伊朗不屈服以後會有什麼樣的情況，而且也沒有曾經中間有準備，所以他地面部隊其實有集結，但是始終下不了那個決心。所以現在變成是說，像邱老師所形容的，這個川普呢已經一腳陷在這個泥淖當中要拔不出來了哈，他也快要失去耐性了。可是呢，眼看着哈，他馬上6月14號他就要過80歲的生日了。當然，剛才也提到說他的生日願望是世界和平，結果呢才講完就打伊朗哈。那現在路透也報道說，川普第2次執政以來呢，已經將近有17個月了，但是在美國國內呢，
很多政策在法院踢到了鐵板，現在伊朗的戰事又懸在那裡，導致呢川普的支持率不斷下滑。雖然川普仍然牢牢掌控他的核心支持者，就是 MAGA 那一派哈，但是國會當中的共和黨人陸續出現了反川普聲浪，而共和黨也很擔心11月舉行的期中選舉會失去參眾兩院的控制權。那這樣的話呢，川普就會提前跛腳。好，那川普的身心狀況因為已經高齡80了，也備受關注。根據路透還有 Ipsos 在2月做的民調顯示，有61%的美國民眾認為，川普年齡越大，行事越加的反覆無常。4月份也有另外一份民調顯示，多數人對川普情緒跟思維反應感到憂心。好，我們看另外一個實際的數據，5月份的 CPI 啊，這個4.2確實是一個警訊啊，因為這個代表是通膨可能會發生。通膨影響的當然就是包括美債，因為美債現在已經快要40兆了。真恐怖啊！原本我記得先前我們講到36兆，又到39兆，現在快到40兆。經濟問題不解決，川普的危機就會存在。雖然他自己說呢，他很喜歡這個通膨，但是呢，擺在眼前的實際問題，經濟啊，會影響到選舉啊。Russ。當然，川普最大的考量是經濟。雖然他2024年競選的時候，除了經濟問題之外，也常常提到其他的問題，比如說移民邊界安全的問題。但是不管誰是總統，不管是共和黨、民主黨，最重要的要處理的內政問題就是經濟了，就民生相關呢。对，要不然，因為你當一個總統過2年就會碰到期中選舉。對，川普今年也是一樣的，一樣是有期中選舉，而且因為通膨的問題，物價越來越高，尤其是油價越來越高，那川普真的是很怕會對共和黨影響選情的影響非常非常大。那川普要怎麼解決這些經濟難題？所以他今天是很急的要達成一個停火協議，其實我不否認，我從早就說他是希望在6月前結束伊朗戰爭，那時候就想在6月，所以現在他真的是很急了，所以他希望是可以趕快至少有一個停火協定，不管是60天或90天，因為他希望油價可以下降了。不過理想歸理想，現實就要看這個接下來的美伊協議。像剛剛講說，框架先界定哈，接下來60天之內還有很多細節要談哦。但是川普有沒有辦法在他80歲大壽的這天，或者是說在這一段生日期間得到這份生日大禮，恐怕接下來全球都在關注。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